大家好，我是高医生。上一讲讲了咱们面部的化妆、使用保健品等等的注意事项。当然呢，我讲的也是一些普遍的现象，并讲了一些适合普通大众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一讲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年轻，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很多人过了中年以后就会出现疲劳，容易感觉衰老，甚至为之烦躁等等这些现象。原因包括我们精神压力过大等等。这些现象特别是到了50岁左右，大部分人会出现。很多人也开始追求自己的年轻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算年轻？是不是你靠化妆品给自己化化妆，你就算你真正年轻了吗？不对，年轻的外表靠化妆可以解决的。说实话讲，那不是年轻，那就是化妆，那就是装出来的，这样没有意义。至少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呢，讲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明确大家为什么担忧这种衰老的现象。因为人的身体一旦出现衰老现象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机能功能减退的现象，像我们经常说的腰酸背痛疲劳等等。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让人心里很烦躁。其实呢，我们大家都懂，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随着年纪增大，特别是到了50岁之后，每个人都会出现身体衰老的现象。许多人不懂怎样才能真正的年轻，真正的让自己的身体年轻，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衰老现象。其实衰老的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内分泌腺开始出现功能减退这个现象的开始。比如说在更年期出现了种种的症候群现象，什么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心脏病等等，都是由于内分泌失调或者是内分泌紊乱造成的。这个观点也是医学上的观点。而我们因为内分泌所谓的失调紊乱以及功能的衰退现象、紊乱现象，就是某一个腺体首先出现了衰退，从而导致了其他腺体的功能紊乱，这才是我们出现衰老的根本。那么这种根本出现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性腺。很多人男同胞在40岁以后，女性同胞在50岁以后，都会出现这种性腺功能衰退的现象。对于男同胞的表现自然不用说了，大家都懂。对于女性同胞的表现，最直接的就是月经不正常。这个呢，我这里就不多解释了，大家都懂。中医讲真阴和真阳，这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种阴阳在我们体内是平衡的。无论是真阴还是真阳，一旦失去过多，人体自然会出现衰老的现象，而且这种衰老是不可逆的。所以好多人是靠保健品去维持自己的这种衰老现象，去抗衡这种衰老的现象，实际上都作用不大。而且很多保健品它的作用只是一种表面的亢奋现象，这种亢奋现象不但不能够阻止你的衰老，反而让你失去了更多的真阳或真阴，会加速你
衰老的进程，这些大家都懂的，我不解释了。很多人啊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比如对于男同胞来讲，你的真阳有10000毫升，那么你在40岁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消耗掉了8000毫升，甚至更多。而这种真阳是不能够用药物或者保健品补偿回来的。你服用的某些药物的时候，你出现的阳性亢奋现象，那么它就会把你剩余的真阳带走一部分。所以说啊，这只能加速你的衰老。女性同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失去的是真阴。所以啊，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真正的这个年轻的状态，那就是保护好你们的真阴或真阳。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或保健品来补充这种真阴真阳，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自己身体剩余的这些真阴或者真阳能够减少流失，甚至不流失，这才是保养的根本。很多人谈到保养的时候，谈了许许多多其他问题，其实这些都不存在。像什么护肝、护心，这些东西说实话都不是根本。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它出现的内分泌紊乱现象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是想办法改变它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表面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不起作用的。对于我们想要真正让自己保持年轻的状态、年轻的心态，对于这些群体来讲，我们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自己的性腺。很多人谈到养生的问题，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养的是什么。实际上养的就是让我们身体内8大腺体恢复平衡。衰老是机体的功能减退，并不是我们脸面上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的脸看起来年轻就不衰老，那不一定。衰老当然也是一种人体机能的自然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改变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只能从保护或延缓这2个角度来让我们的机体尽可能的保持年轻的状态。那这种年轻的状态就是要保护我们体内8大腺体的平衡状态。一旦我们腺体处于在一种平衡状态之下，那么我们看起来自然就是年轻的。我知道很多人不服气这个道理，我曾经与一位50多岁的女士谈论过这个问题。我就问她一点啊，假设在你这个年龄，你的月经一切都是正常的，你还会觉得自己衰老吗？所以啊，我们不要掩耳盗铃，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对待自己。怎么做到这一点？在这里，特别是在这种公共的讲座或公共的媒体当中，我没有办法具体讲的很多。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们下面私聊这些问题。我会给你们一个减缓衰老的办法，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来保护你们身体中的8大腺平衡问题。前面我已经讲了，任何人的衰老首先是由于我们的性腺出现了功能减退，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至于怎么去做，说句实话讲，都是成年人，你们懂的，这里我不再多任何解释。好了，如果想要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朋友们，加我的微信，谢谢大家。